嗨，大家好。最近呢是有3个重磅消息。第一个呢是2025年的1号文件正式公布，核心呢是加强对农民的宅基地的一个保护，不允许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，更不允许呢退休干部呢到农村去占地建房。但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得反向思维，2个不允许说明了什么？恰恰说明了有不少城镇居民呢想去农村买宅基地，有不少退休干部呢想去农村占地建房。因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啊，很多大中城市的这个城区啊范围在不断的扩大。其实目前不少从行政划分上还属于农村的地方，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商场、地铁、公园等大城市的配套设施了。搞不好现在很多农村的宅基地啊，马路对面就是几千万起步的这个豪宅别墅。这个时候呢，自然有很多人要打着如意算盘，找农民花个几百万买一块宅基地，然后自己建成一个别墅，不就能享受跟对面千万豪宅一样的美好生活了吗？现在呢，1号文件一出，不好意思，梦别做了，你不属于这个村集体，你就只能乖乖的去马路对面买几千万的别墅。其实宅基地一直以来都是禁止买卖的，但是这一次呢，着重的在文件中提出。那么你觉得这个文件是给谁看的？这是给房地产商在打肾上腺素呢？不然呢，房地产商怎么敢到大城市的郊区买一块地，然后建别墅呢？这是一个非常朴素、非常简单的经济学原理。旁边就是高仿的，人家还怎么卖正品呢？但大多数人呢，看文章往往只看字面意思，忽视了硬币背后的另一面。这也印证了未来的住房规划呢，是往独栋住房方面去发展的。现在呢，高层已经卖不动了，那么我们就给你增加住房品质。第二个消息呢，广东要在2月底发行307亿的专项债，用来呢收购存量土地，相当于把之前卖出去的土地再买回来。根据公布出来的收购方案呢，50%的地块呢回购价格呢不低于原始成交价的9折，70%的地块呢收购价格呢不低于原始成交价的8折，甚至有少数地块回购价格呢要比原始成交价格还要高。当然啊，这些地块呢被回收以来，还是会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再次进入市场拍卖。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，别忘了，从经济的总量角度啊，广州仍然是全国排名第一的，既有主攻外贸出口的传统制造业，又有大疆、华为、比亚迪等高科技企业，产业基础呢毫无疑问处于第一梯队，对于房地产的依赖程度呢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。可现在偏偏是广东带头发债回购土地，说明全国稳定房地产的措施呢已经深入到最前端的土地市场了。这就好比向所有的房地产企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，源头活水来了，不要再前怕狼后怕虎，要积极的入市拿地，加快房地产开发的投资。这背后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经济学原理。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，有点像电商里的无理由退货，它对于销售额的提升有着巨大的作用。相信大家都有亲身感受。最近呢，北上深等1线城市，杭州、成都等强2线城市呢，土地拍卖市场出现了高价成交，部分地块的溢价呢，甚至达到了70%以上。买地的主体呢，几乎都是央企地产公司。第3个消息呢，湖北大学要花1.98个亿呢，整体收购旁边的2栋商品房，改造成学生宿舍。目前呢，方案刚刚获批。这1.98个亿呢，谁来掏？学校呢自己掏一部分，上级拨款一部分。商品房呢改的宿舍，居住条件呢自然是更好，无疑会提高湖北大学对新生的吸引力。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，为什么非要买下来，而不是整栋的租下来？大不了这个租约签的时间长一点嘛。所以还得看硬币的另外一面的秘密，也许就藏在湖北大学的地理位置上。它不在武汉的市中心，而是在比较偏远的长江新区，周边呢配套呢并不完善，而要收购的商品房小区呢距离湖北大学只有1公里，所以啊十有八九房地产公司当年开发这个小区，就是想把离湖北大学近作为一个核心卖点，但结果并不理想。楼盘卖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卖完，现在好了，金主开发商终于能回笼资金了，原本对于新区失去的信心也慢慢回来了。
这些消息呢，无疑释放出了一个信号，就是对开拓者们的保护和鼓励，不然撂荒的土地只会越来越多。总之，文件是文件，消息是消息，是否奏效呢？还得看市场。点个订阅吧，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，拜拜。